你看我手机吗？这手机上，这，检查你。我知道去点啥？他让你把开，会不会？昨天晚上，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的吉祥苑小区发生了一场火灾。火灾的缘由是当时一位母亲在浴室里洗澡，她的孩子在卧室里面玩 iPad， 可能是因为这个 iPad 没有电了，这孩子最后就拿着这种插到插座上进行充电。没想到啊，这插头插到插座上的一瞬间，这插座呢就起火了。等这个母亲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啊，这火已经很大了。她慌慌张张带着自己的孩子逃离了火场，但是这场火却越着越大，一直着了4个小时，从19:49一直到22:35，这个火呢从15楼一直蔓延到上面的20楼。整个这场火灾啊，一共造成了10个人死亡，还有9个人呢，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按说啊，不算是一起很大的火灾，为什么会死亡这么多人？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悲剧呢？据这个小区里的人讲啊，这是死的是10个人当中间呢，其中有3个都是孩子，而这3个孩子啊是一家人，最小的只有5岁，他的父母呢因为防疫啊不在乌鲁木齐市，估计这家里的就是这3个孩子。火灾着火的时候呢，因为也一慌乱，就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最后就一起死了。还有另外一家也是一家人一起都全部死掉了，悲剧呀！今天早上7点啊，乌鲁木齐市的官方啊就通报了这起火灾发生的原因。应该说他们昨天晚上估计一晚上也没睡觉，就是一大早要赶出来，要把这个通报出来。我猜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不希望这件事情引起舆情的反应。因为过去的这些社会事件呢，都是发生了事故之后，群众不满，在网上开始散布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呢引起公众的愤怒，最后政府部门才出来发布信息，来这个以正视听啊，所谓的以正视听。所以他呢就不希望在你们这个信息传播之前，他就先公布一个所谓的权威信息，所以肯定是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出来的。但是这个公告一出来啊，应该说引起了大家更大的愤怒。为什么呢？这个公告啊，核心来讲了2点，基本都是混淆是非。第一点，他讲了火灾是7:49发生的，第一时间，这个110啊、医护人员啊、政府的工作人员就赶到现场去了。然后呢，火灾最终被扑灭的时间是22:35，他说的只有时间点。但是大家就问呢，为什么一起不大的火灾，又不是油轮着火，又不是化工厂爆炸，你为什么会扑4个小时呢？他没有讲。那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小区外面有一个围栏，他们进不去。最后他们到现场呢，还得先破这个围栏才能进这个小区。这伙子呢，猜的呢，那车还是得进来。他那个火还是没有灭，好像又着起来了。然后破了这个围栏之后啊，这个救护车还是进不了这个小区，为什么呢？因为小区里头汽车特别多，而这些汽车都动弹不得，有的就在消防通道上，有的不在消防通道上，也在平时的那个马路边上停着。但是呢，这些车的车主啊，有的是被前几天弄到方舱医院去隔离去了，你也找不着，这车你也挪不了。另外有一批人呢，是因为这车啊放在楼下已经几个月没开过了，这个蓄电池里的电都耗没了，也打不着火了。大家都知道啊，新疆从8月10号开始静默，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封。8月10号到现在多长时间了？100多天了。那么机动车如果100多天不开，基本上蓄电池的电就没了。所以这消防车到了现场之后，把这个门口的栅栏那种破掉之后，进入小区它也开不进去。最后他们就拿着这个就那个喷头啊，从小区外面往这个火场里头打不着嘛。当时围观的群众看着也都着急，喷不上呀。他是不是都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喷上呢？所以其实他们虽然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但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之后没有发挥作用，其实相当于到现场去围观去了。你想想，我们对消防队员、对这救护人员到现场
希望他干什么呀？希望他们去救火呀。那如果你们到那个地方去了，隔着几百米往那个火场上打水枪，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但是这他就不敢讲。最后据说是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把这个道路给清开，救火车才开到了火场附近的楼前，然后架起了云梯，才开始灭火。真正开始灭火的时候，其实就很快了。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等他们把火灭了之后啊，这人呢也早都死了。这是第一点，他们不敢讲，他们不敢讲这些细节，他只敢讲时间点，只敢讲时间线，不敢讲他们在现场遭遇了什么。第二点，他说这个小区啊是低风险社区，居民可以下楼活动。大家一看你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锁楼，我们的门没有焊死。于是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楼里头死啊，跟我们没关系。不是我们不让你们从楼里出来，是因为你们自己不懂得防灾的知识，死在楼里头了。你可别怨我们政府啊，你可别怨我们消防人员啊，对不对？是因为你们自己不会跑。事实呢？事实上，这个小区到底是低风险还是高风险呢？很快，新疆的老百姓就查出来了嘛。因为乌鲁木齐所有的社区是高风险和低风险是可以查得到的。大家一查，吉祥苑小区就是高风险，而且还查到了11月21号，也就是事情发生前的几天，这个小区里混管里还发现了阳性患者。然后这个社区里还专门通报这个小区里的居民说足不出户啊。这是典型的高风险，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低风险呢？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而且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啊，有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帖子，她发这个帖子讲的是她父母一家就在这个火灾发生的这个单元。火灾发生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在做饭，她的妹妹呢在写作业，看到那个火星子从那楼上掉下来，他们才发现这个小区里着火了。于是妈妈带着这个妹妹就连忙从这楼上跑到了1楼，到了1楼发现什么？楼道被锁了。最后呢，他妈反应还算比较快，从1楼的邻居家的窗户跳了出去，捡了一条命。这其实也是打脸这个所谓的这个通报信息的。大家请看，这是3单元的，也拿铁丝绑着呢。我从4单元把这个门开以后过来以后，我们逃生逃到3单元，它就锁上，我们都过不去。看清楚。所以呢，你说这个门到底锁了没锁？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相信这些现场当事人的叙述。更何况，大家都知道，新疆从8月10号开始，哪分什么高风险低风险呢？通通都是高风险呀。按道理来讲，你低风险就是说你5天之内没有新增阳性患者，就应该是低风险，对不对？大家可以自由出行。你现在乌鲁木齐市，你找得到这样的社区吗？没有啊。实际上，它是基本上把所有的社区都按照高风险去进行管理，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所谓的高风险低风险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是有些小区可以下楼，有人讲了吗？也就是1天2个小时的时间允许你下楼，其他时间都不允许啊，那楼道都是锁着的。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低风险就是有意的误导，让大家不要把责任归结为政府，这真的是太无耻了。哎，新疆的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啊，应该说啊，因为全国范围内虽然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比较变态，但最变态的基本上就是新疆和西藏。应该说新疆可能比西藏还要变态啊。所以新疆的老百姓承受了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苦难，但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容易出现这种悲剧性的事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小区里头有一个邻居在一个聊天室里头讲述了这个火灾发生的另外一些细节，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消防车为啥这个进去以后进去的速度那么长时间，是最主要的是怎么导致的？就是因为车辆停放太多，路上有没有其他的障碍物，或者是有这个确实有，因为疫情原因或者其他的有一些，因为疫情原因嘛，那个确实有，你也懂的。然后还有物业的原因，本来就这个我们那个小区后面是可以进去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有些东西把那个
那边的门就那个早就被那个啥了，这个早就被堵了，然后就进不去。那个起火的那个房子的主人是好的，但是就是现在就是去世的，就是死的人，就是上楼的人，就是楼层的人，就是17嘛、18、19楼的人，都是好像是死的好多都是小孩子。哥，那个字你别说了，你就说好多人都走了，不要用那个字。好多人都走了，好多人都走了，就是前面走的都是我们前面猜的是2个，就是一个女生和还有一个就是姐姐，就是阿姨，其他人都是就是后面就是抬下来的时候都没有呼吸。他讲到啊，他说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啊，这个一开始啊，就是有人想上楼去救，他说志愿者，那志愿者估计可能是政府部门的人，或者社区里的人，或者是物业的人啊。进楼之后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楼道里所有的这个灭火器全都无效。按道理来讲，这些高层建筑啊，在特定的楼层都是放灭火器的，这个咱们国家里头都有法律规定。但是，要么是他们不会用，要么是这个灭火器已经失效了，所以其实没有发挥作用，到那去干瞪眼儿。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他说呢，这个当时他们看到火势比较大的，说就有点畏惧，没敢进去，而且还阻止其他人进去了。于是呢，错失了救人的宝贵的那最黄金几分钟。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火灾救援的过程中间，这个火场逃生啊，最关键的就是前那5分钟10分钟。你一旦错过了这5分钟10分钟啊，你基本上就很难逃生了。但是现在看，就是这一起吉祥苑的火灾啊，死亡人数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从16楼到19楼这几层楼，因为这几层楼呢，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往外跑，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网上里头那个，还有一个母亲在求救，求求你们了，16楼，16楼，我们现在已经很缺氧，我们小孩也不行了，快。我们现在太缺氧了。Çocuk yaşasılar lazır ödeki balıngalardan hamısını göl gibi su bilan nemlep bugan 2 yaşı ışıkni ağırlıqqa qo'yib bugungi。因为对于火场逃生来说，金标准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千方百计的逃离火场。留在火场活下来的概率非常低，而且你留在火场里，多数情况下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熏死的。因为着火之后，空气中带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人就会丧失意识。事实上，从公布的这个最后的调查结果来看啊，死亡的这10个人也全都是被熏死的，也不是被烧死的，所以就错过了非常宝贵的时间，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说，他们当时说，在这些救援人员没有赶到现场，就是消防人员没有赶到现场之前，很多居民呢就自发的上去救楼，最后冲上去了。但是那个时间应该是已经比较晚了，所以把人救下来的时候，放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只有4个人还有呼吸，其他的人就都没有呼吸了，非常非常可惜。他说他也不太敢讲太细节的事情了。然后他那个车进不去嘛，然后我们那个小区后面有个小学，4是小学。然后我跟那个消防员说，你们从这个那个校园进去的话，应该比较方便。然后他们就从那个校园进去了，也在这个前面也那个啥，就是冲水那个啥的，灭火，就这个情况。我本来想说好多话的，但是我能听得懂，但是有些话我就不知道咋说。反正发生了好多事情，唉，就这些情况，你们就凑合的听下就行了。兄弟，保重吧，保重，你是坚强的啊。哎呀，应该说我们其实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期新疆的节目了啊。这个新疆当时王家良啊，还有这个新疆整个其他的这个城市发生的自杀的事情啊，我们做了很多。但是今天呢，
因为一大早很多人给我邮件里发邮件，他说王局你一定要看一看，再替我们新疆来说句话吧。我一看微博上关于这起事情的帖子基本都删完了，然后呢帖子下面那个转发这个帖子的那些人呢号也都炸了。我呢就想啊，还是做吧，是不是？我们虽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嘛。这么大一起悲剧，如果不记录下来，就这样销声匿迹，也对不起那些死难者，不是吗？我们有吧能有，我们咋办呢？啊，你里面放着那个水毛巾，别的我们顺手我们2个走，里面放着的，窗户开的，我们咋办呢？没有冷暖吗？哎，我们有吧能有，我们这样做的吗？我们咋办呢？啊，先去冷暖。节目的最后还是想说几点。第一点呢，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啊，消防通道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被封死。消防法是上位法，上位法是什么意思啊？它是超越其他的一般的法律法规的。就比如说你的传染病防治法，你因为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想要封锁起来把这个社区，你也得留出消防通道。你不能因为防疫的需要来这个侵害消防法的这个违反消防法的规定。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人们面临的这个危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火灾烧死人，那会立刻把人烧死，但是因为疫情导致人对生命的危险，那个东西是一个迟缓的，危险烈度要远远低于火灾。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司法体系下，消防法是上位法，它的法律的位阶非常之高。但是你现实中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全国其他的地方，很多地方对社区在封闭的时候就把消防通道已经关死了。那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违法行为，同时它也是丧失理智的个行为。你想想，我们为了防疫把消防通道堵死，一旦要是出现火灾，人会烧死在这里面，这不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吗？这不是一个丧失理智的行为吗？但是没错，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政府就是在丧失理智，他们已经没有理智了。有人说王局，你天天讲道理，这一个张口每天讲假话的人，在公告里都公然造谣的政府，你跟他讲法律有用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要讲出来，因为我想让普通的人知道，他们是在违法，他们是在知法犯法。如果我们普通的人都知道政府在知法犯法的时候，或许他们有的时候在喊不的时候，他底气会更足一些。否则的话，这些人毫无法律依据的知法犯法，普通人如果不知道，就只能当一个小绵羊，即便火着起来了，躲在房间里都不敢出去啊。你要说这些人在房间里头不敢出去，有没有这长期封控所导致的习惯？我觉得有。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关了100多天了，是不是？他这个时候可能习惯似的就是躲在这个房间里，甚至有人可能还会问，可不可以出去啊？允不允许我出去啊？这就是人的惯性思维嘛，这就是这个政府给普通的老百姓最后洗脑的结果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复讲道理，让普通的老百姓知道，这种风控本身没有法律依据，甚至是违法的。这是第2点。第3点，我觉得当政府不靠谱的时候，无法依靠的时候，普通的老百姓还是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自救知识。这个自救知识就是说，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啊，一定要在前几分钟不惜一切代价逃离火场，千万不要留在火场里头坐以待毙，等待救援。等待救援的结果多数都是坐以待毙。那么如果要是觉得烟比较大，就拿一个湿毛巾把自己的嘴巴鼻子捂起来，一定要想办法冲出去。事实证明，只要逃离火场的人基本都能活下来，凡是留在火场等待救援的基本都会死掉。就在这个事故过程中间，21楼的那个小伙子，他就第一时间跑到了天台上，他就活下来了。他当时还想下去救人，但是发现楼道里的烟太大，他下不去，是吧？所以你即便不能往1楼跑，你往天台上跑也有生还的机会，但留在家里头，这个死亡的概率非常非常大。第4点啊，我觉得新疆的管理部门多少有点无耻啊，在这个体系下不敢负责任呢，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被人理解，因为你如果要逆处上面的意思啊，你可能就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自己还得跟着陪葬。
所以其实不敢负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同情的。但是你看看新疆的政府今天做什么，马上就开始辟谣，说那个门呢还没就是没锁，然后那个也没有围栏，然后那通道也是畅通的，然后还要说啊，什么人在造谣，我们要抓人呢啊，你这寻衅滋事啊。那我觉得这其实就不是所谓的简单的怎么说怕承担责任，而是助纣为虐呀，甚至可以说是丧失人性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家3个孩子都死了，作为的父亲，作为的母亲，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面对啊？这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继续啊？我们看不到他们对这些受害者的关心，只在想着怎么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不要妨碍到他们的统治，这太无耻了。别的道理我们都不想讲了，就是这些人的无耻程度，我们也要把它讲出来。当然了，不仅仅是新疆，我们全国各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人说了，这场大火已经着了100多天，从8月10号到现在。也有人说了，全国各地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在这种火灾之中呢？我觉得这可能还真就是一个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每个人都在火场里，每个人都面对着火场的威胁，然后呢，又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救他们。这个政府呢，只是不想让你看到这场灾难，但是他们对这场灾难对你造成的伤害本身，他们一点都不感兴趣。16楼我们现在已经很缺氧，我们小孩也不行了，快，我们现在太缺氧了。Kültür yaşasın. 封不上呀，他是不是都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封上呢？这会儿子呢，猜的呢，那车还是得进来。他那个火还是没有灭，好像又着起来了。